对不起。气色不错，睡得很好啊。说吧，资料翻译的怎么样？进展的还比较顺利。比较顺利。你翻译了多少页啊？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你的邮件呢？我翻译了一些，主要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我们 GMF 待你不薄吧？给的工资是同行的2倍。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你的敬业精神和高质高效的工作效率。其实我效率挺高的，我前天还熬了一个通宵。如果换成别人的话，可能这些工作量2天2夜都做不完。说你2句就伶牙俐齿，平时怎么没见你那么能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市场上，比你优秀的翻译有的是。我们之所以用你，是看到和九通合作的份上。如果你不愿意做的话，随时可以走人。可是张总，昨天我真的是有一些发烧。发烧？我也发烧了。瞎话张嘴就来。很多的人都看见你这几天喝得醉醺醺的，你怎么解释啊？我想发不发烧，一量体温就应该知道，而且晚上是我的业余时间，怎么支配那是我自己的自由。安妮，作为员工，重要的会议你不参加就是你的问题。我告诉你，我可以随时给校官打电话。从现在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如果我撒谎，我甘愿受罚。还有，公司好像从来就没有迟到5分钟就可以开除员工的条例。您现在做法未免也有些无视规章吧？我无视规章。重要的会议你连续迟到，你是不是无视规章？我交给你的任务你从来没有完成，你是不是无视规章？王总，少华，现在再请个翻译恐怕来不及。如果不够的话，从九通那边再找一个翻译。什么态度？哎，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们会议室还没用完呢。不好意思，特定急件。那就放下，赶紧出去。哎，没完呢。等等，请先安静一下。请问哪位是谢小秋小姐啊？哦，我是。各位请安静一下，注意听啊。小秋，我们的灵魂中没有爱，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那就像一盏没有烛光的神灯，啊，神灯，哎，只要你点燃蜡烛，我的世界就会出现彩虹。哎，彩虹啊，哎，即使那只是一条飞逝的幻影，我也会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满心欢喜，啊，欢喜。哎，你的萧官。谢小姐，你的花。请问谢小姐有小费吗？还要小费？是不是？笑什么笑？恶作剧很搞笑吗？哎，谢小姐，小费你可以不给，花是你的呀。好了，继续开会。叶静雯，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哎，花送到了吧？哎呦喂，我说你下次有什么馊点子，你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啊？我这是在帮你哎，好不好？那我拜托你下次能不能不要这么戏剧性？我今天真的是被你搞得糗大了。李川什么表现啊？哎呦，我哪有功夫注意他什么反应啊？我光顾着自己生气了。啊，那我钱不是白花了？反正萧官今天也是跟着你斯文扫地了，看他以后怎么报复你吧。还有啊，今天是我的上班时间哎，大小姐。啊，不是说早上8点半例会结束吗？我的花应该是例会结束的时候准时送到的。哎，趁大家都没走，你在，李川也在。静雯，哎，好，送我白毛好了吧？钱白花了。害得我激动了半天，我还以为那些话是利川说的呢。哎呦，拜托，你用脑子想一想好吧？利川认得那么多汉字吗？他就算写，也是写英文的好不好？是，我的脑袋是被驴踢了。
你就是那只驴。你才是驴。小秋，昨晚睡得怎么样啊？哎，小秋，小费有没有给人家？小秋啊，昨天画不错啊。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的诗了。你男朋友好有才华啊。不是的啦。怎么了？吵架了？难怪这阵子看你老不开心的样子。知道吗？女孩子是要娇养的。我以前脾气很大的，又爱整人。我记得有一次啊，立川写了封信给我，然后我好开心啊，当着全班同学全部念出来，大家哈哈大笑。你知道立川怎么了吗？他的脸都发青了。哎，你怎么了？没事吧？怎么了？可能是吃东西噎到了吧。没事没事，讲了没关系。真的没事啊？哎，你还没有拿餐啊？我去帮你拿。哎，等我。爷爷打电话来问你复诊了没有？才刚到温州，医院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可以带你去。季川快回来了，你可以回去了。爷爷那边不是也离不开你？我才不回去呢！谁不知道你们两个从小到大就是狼狈为奸，爷爷才不会放心。你们两个肯定会隐瞒资料的。这怎么可能？这东西叫转门。张总，那个，我今天其实不是故意要冒犯您的，我是真的发烧了，而且我就是怕今天早上迟到，所以我才多吃2颗感冒药。结果那个是有催眠作用的，咵嚓一下我就睡过去了。咵嚓一下睡过去了。啊。哎，张总，我今天一定会把资料都翻完的。以后不许迟到。我保证，如果以后再发生如此情况，我自动辞职。少喝点酒，对身体不好。谢谢张总。哎，好，好，好，哎，行。
啊，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哎，小姐，写了一下午，作家呀？不是，我只是个翻译。哦，先走了。好，再见啊。王总，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我们之间还有诚意吗？当然有。如果我们之间还有一丝一毫的诚意，我想知道4年前你为什么不辞而别？这也是我对你所有的好奇中唯一还想知道的答案。当初的事，非常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就是你的答案啊。其实也不难猜，是因为 Janet， 就是因为他吧。是的，是因为 Janet。谢谢你的答案。立川，你们以前认识啊？我要去画图了。刚才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当然不是。Janet， 我的立场从来没有变过。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我会像亲人那样关心你，但是也只能这样，请你原谅。你是不是还在恨我？我从来没有恨过你。如果你不恨我，为什么老是要避开我呢？我进了 GMF 以后，你就要求调去上海。我之前去医院看你，你又不让我看。Sorry， 我知道原谅需要时间，8年了，8年够不够啊？如果不够的话，我可以再等下去。你什么也没有错，你也不需要我原谅你。我已经说过了，我可以理解你的选择，但是你为什么用不必要的内疚折磨自己？都已经过了10几年了，我都已经放下了，你为什么不能放下呢？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我想回到我们以前快乐的时光，可以吗？你对其他人都不残忍，为什么你对我特别残忍呢？你到底要惩罚我到什么时候啊？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都爱我的，你心里面一直都爱着我，对不对？我没有要惩罚你，你还是我的朋友，只是我不爱你。我不许你说你不爱我，我不许你这样说。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不会再做了，好不好？
我知道爱情到最后不就变成亲情了吗？我在这里一直等你，我会一直爱你，我会等你一辈子。我不需要你陪我一辈子，你也千万不要因为这种想法耽误了自己。Keep on fighting。从前，永远永远般遥远。那没拉起的窗帘，还是投影着你一张脸。是因为姐奈。小小无人的房间，让我从不曾发现，你已经突然消失。听说这是一种眷恋。那些黑的、白的、深的、浅的照片，都画满我们懂得、近的、远的、近的从前。淡淡誓言，时过境迁，抵不过一句抱歉。那些乐的、悲的、笑的、哭的画面，像从来没有运行过的时间，但对你而言，也不过是从前。说不上什么怀念，只是还没随。谢小姐，有您的包裹。啊，给，谢谢啊。那一些旧信件，那一些旧照片，只是从前，从前的从前。安妮，张总问你的资料什么时候发给他？资料？哦，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就弄。烦死了！崔，你当我是压面机啊？你扔一个面团过来，我就给你压出面条来吗？工作，你给我这样的工作，你给过我加班费吗？不到几分钟你就冲我发火，恨死你！我告诉你，等我当上老板，我第一个开掉你！喂，小管。小秋。我那个一开始就准备给你打电话的，一看时间有点晚，我怕耽误你休息。那个包裹我已经收到了，谢谢你啊。那是小事，记得吃药。那你呢？工作忙吗？压力蛮大的，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东西要译，然后明天又要交，我现在只做了一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脑袋都大。那这样，那你把剩下的资料发给我吧，我来帮你翻译。啊？不要了啦，这是我自己的工作。哎呀，你以为我是为了你啊？我是为了九通。你想想看，以你现在的状态，能把稿子翻译好吗？你要真这样说的话，那我就真发给你了。哎呀，这是小事一桩，赶紧发过来吧，早点睡。谢谢肖社长。哎，又叫社长？谢谢校官。那个回去我请你吃饭啊。赶紧发过来吧，啊。像秋
天里的最后一片叶，过完今天就不能再手相牵。有些回忆值得一辈子去纪念，当时间魔法冲淡了遗憾，你要自己撑过明天，不要再眷恋，等有对的人能跟你团圆，我才能够放心的走远。我和你数到3就一起放手，情愿你恨我，你不知道我多难过，思念会成河。和你数到3就一起干嘛这么紧张啊？我不能看见你生病，看见你生病我就会很难受。你好，王总。小秋，不要叫我小秋，我叫安妮。我们俩之间只是同事关系。有些回忆值得一辈子去纪念，当时间魔法冲淡了遗憾，你要自己撑过明天，不要再眷恋，是因为今天有对的人能跟你团圆，我才能够放心的走远。我和你数到3就一起放手，别再守着默，让爱停在最美时候。我们来接受情愿你恨我，你不知道我多难过，思念会成河。和你数到3就一起放开手，别再守着默，让爱停在最美时候。喂，小姐您好，这是前台，提醒您一下，您早上8点有例会，现在是7点40。哦，知道了，谢谢哦。喂，小秋，我资料全部译完了，给你发过去了。你赶紧转发，向各位领导报功，说明你干了1整个通宵，并且准时、高质地完成了任务。谢谢教官。小秋啊，你知道吗？你现在在 GMF 对我们9通意义非凡。
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我们九通人的心理素质，所以你必须让王继川、张少华他们深刻的体会到，无论什么事情交给我们九通，绝对可以让他们感觉到放心、妥当、靠谱，还有惊喜。我明白。那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洗个澡，一会儿开例会呢。好的 ，OK， 那再见了，拜拜。拜拜。寂寞时光咖啡相伴，请光顾小兔咖啡馆。先生，您寂寞吗？不仅寂寞，而且还单身呢。那个，寂寞时光咖啡相伴，请光顾小兔咖啡馆。今天我们店大酬宾，消费满50就送印尼虾片和提拉米苏2选1。这个大眼睛、皮肤白白的，还有2个小酒窝的女孩，在你这儿上班吗？你们店里除了卖咖啡还卖什么？咖啡厅除了卖咖啡还能卖什么？流氓。啊，流氓？我说什么变流氓啊？下车。喂，季川。死变态！站住！你刚才说什么？季川啊，你刚才，喂。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故意的。喂，走开！喂，你没事吧？你不是故意的，那我请问你，你故意的定义是什么？拿枪刺，拿刀捅是吧？老板呢？叫他出来见我。谁找我？谁找我？你是老板是吧？是啊是啊。你的员工拿凶器袭击顾客，麻烦你把名字、电话留下来，我的律师会跟你联络的。对不起，是谁？谁袭击了我们这位尊贵的客人啊？又是你，谢小秋，你吃了豹子胆了吧？赶紧向客人道歉。不用了，真的没这么严重。什么没这么严重？这是杀虫剂呀！啊，有毒的啊！没事的啦，我以为这是彩带，欢迎你们的啦，欢迎。是吗？你看，上面写的家庭用，人畜无害，无害的。人畜无害，你就可以喷我？你把我当什么？当蟑螂啊？还说你不是故意的，我看你就是存心的。你刚才在外面骂我什么？什么？谢小秋，你竟敢辱骂客人？是他先说的我。我说你什么了？啊？哎，你司机还在旁边，你可以作证，对不对？ Excuse me。谢小秋，你还不认错，还跟客人顶嘴？老板，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的话，我是不会离开这边的。要是我是你，我绝对不能容忍素质这么低的员工。哎，两位，消消气啊！哎，这姑娘是新来的，乡下人没家教，也没见过什么世面。我代表全体员工向你们道歉，好不好？哎，来，你们请，今天消费全免。啊？这就算了？我可以赔偿你这件西装的清洗费，可以吧？你觉得喷满杀虫剂的西装我还会穿吗？那我可以赔偿你这件西装，可以吧？你赔得起吗？你赔得起的话，你就不用来这边打工了。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了。你刚才骂我流氓，很明显你不需要。谢小秋，你不用来上班了，你被开除了啊！不用这么夸张吧？季川，他只是一个学生，不要这样对待他了。还不严重啊？这东西有毒的，你对杀虫剂过敏的。李川，只要有我在，没有一个人可以欺负你，听到没有？你没事吧？没事。为什么突然来上海？也没有跟我说一声。总部这次接了大项目，爷爷要你尽快回去。干嘛非要我？Lisa 喜欢你，几个主体大楼指定就是要你。正式任命，明天下来。我这次回来呢，就是接替你的工作。这么大的事，你没有跟我商量一下？总部不缺设计师吧？再说，青岛我还有 Lisa 的项目，我过几天要去那边看一下。
可能是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吧。Lisa 这个人呢，她是不轻易开口的。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帮她设计那个博物馆，都已经得了大奖了，她还把我们叫过去说这个没弄好，那个没弄好。当时我气得想把她掐死。那是在说你，他说的是博物馆的装修，你是室内设计师，这是你的工作吧？我跟你讲啊，不是我学艺不精啊，是他品味太差。哼。喂，你看这个吊灯。哎，设计的不错，我把它画下来。我说你啊，还是赶快回总部吧。难得有这个机会，你也好久没回家了，啊？我没有兴趣。Come on， 我身上大的小的，加起来差不多有20几个项目，我怎么凑得出时间来啊？再说，在爷爷身边工作，他这么霸道，谁爱做就给谁做，反正我是不会去的。哼，你想跟爷爷作对？我倒是没这个胆。哎，我跟你说，你知道是谁在爷爷身边像只勤劳的小蜜蜂，嗡，拼命的鼓动要把你调回去吗 ？Janet， 人家现在是啊，董事长的秘书哦，大红人一个哦。我把我的号码换掉了，你没给他吧？怎么可能嘛！我永远是站在你这边的嘛。这不奇怪，谁让你向我借了这么多钱？这300块钱是我的工资，1分也不能少。本事没有，脾气挺大，老娘我是伺候不起，拿去，破财免灾。老板娘，哎，你好，请问这附近哪里可以买到鲜奶？鲜奶啊，您先坐，我让人帮您去买啊。谢谢。谢谢啊。不客气。怎么，工作丢了，想找我报仇啊？以后呢，最好别让我再碰到你们俩，不然的话。不然怎么样？小姑娘，你有什么能耐啊？你把地球翻过来。把地球翻过来，不然的话呢，我就请你们俩吃鸡蛋。这太过分了！Welcome to Shanghai。哎，我帮你拍一张吧。好，擦吧。哎呀，哇！喂，小东。姐，我又跟爸吵了。你又怎么啦？我想学工商管理，爸不让我学，死活不让，非让我学计算机。那你说的那个专业1年要多少钱吗？5、6千吧。这样，钱的事呢包在姐身上了啊。其实姨妈都跟我说了，她可以给我出第1年的学费。
我觉得之后几年我自己打工赚钱就可以了。小东，你别总是麻烦姨妈，他们家也不富裕。如果我赚的不够的话，咱们再去麻烦她，好不好？哎，姐，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前2天舅妈来催债了，爸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还给她了。哦，我知道了。其实没事啦，我跟你说，上海滩吧，十里洋场，只要肯弯腰，遍地都是银子。啊，钱的事呢就包在姐身上了，别担心。我就不跟你多说了，电话费挺贵的，你要好好学习，听见没有？姐，那你也多保重身体啊。好了，拜拜。怎么办呀，谢小秋，工作又丢了，猪头。童月。喂，小秋啊，我在干活，怎么了？我那个不是在小兔咖啡馆上班吗？离我学校太远了。哎，你那边缺不缺人啊？哎呀，早班满了，晚班还有空吧？哦，晚班也可以啊。你可不可以跟你们老板说一声，让我过去啊？没问题啊，小事儿。老板刚提升我做晚班的经理。哎，要不今天你就来吧？嗯，好的好的，谢谢你哦。不谢。哎，我听说有一个潮式手打牛筋丸，特别棒，我们今天晚上去吃。喂，喂，哎，我这信号不好。喂，海伦。哎，有了有了。王总您好，我叫张莹。海伦，上班的时候不能打私人电话。啊，我明白。可是我不叫海伦。对我来说呢，所有的秘书都叫索菲，所有的前台都叫海伦。如果你不想叫海伦，我相信有很多愿意叫海伦的人跟你竞争这个职位啊。虽然我只是个小员工，但是我也有自尊哦。那千万别让你的自尊阻碍你的前程。啊，对了，利川的司机叫什么名字？傅建军。叫他来见我。哦。你长得太油了。哪里油啊？今天没出车？对不起，王总，没有。你是王总的司机，他出去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但是王总他平时都喜欢自己一个人开车。那王总都自己开车，要你干嘛？我平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看建筑杂志，了解一下建筑动态，偶尔也会上网看看汽车修理论坛，提高下自己的业务素质。你有自己的办公室，还有电脑。我现在就帮你请个秘书啊！耶，印好喽！哇，365道简易菜，最适合白领了。冯主任，这些你也很适用的啊。喂，李川，李川，喂，爷爷，你哥到了吗？到了，一切都很顺利。我送给你们的油画收到没有？油画？对，收到了。谢谢爷爷。您总是很了解我，我一直很喜欢，植物，花卉。怎么样？工作忙吗？不算忙。不算忙？那我问你，为什么在凌晨4点钟还给我发 email？ 你听着，一个人有多少个夜晚是数得出来的？你已经提前支付了，知道吗？爷爷，偶尔而已，偶尔，我会注意休息的。
Lisa 的项目，季川知道了吗？你什么时候回来？下周？下周？爷爷，我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6个月？好，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干完了这个，你就退休。退休？不，爷爷，你又来这个。我要是还看到你每天工作超过8个小时，你必须退休。爷爷，我要去开会了。董事长，这幅画你要挂在哪里？打包，寄上海，王立川办公室。好的。哎呀，默契啊，默契就是默契，兄弟就是兄弟啊！怎么样？爷爷只给我3个月的时间交接。3个月啊？这么久？那我要干什么？都可以啊，主持所有的会议，参加所有的宴会，看下所有的财务报表，反正我什么都不管，我只负责技术这一块。你说的啊？那所有的事情我都揽下来做啊？随便你啊。哎，你不是喜欢 party 吗？晚上就有一个行业酒会，你去参加一下，顺便见一下老客户。好吧，那我不说了，外面一堆事情等着我做。哇，真是太不走运了。哎，冯主任也被开了，那我不是完了吗？简直太不像话了吧！我才离开 GMF 3年，公司管理就变得这么差，一团乱吗？这个？我听了半天没听明白，您到底说的哪个部门？技术部门还可以，但行政部门简直是一团乱嘛！可是行政部门的人员比例很少啊。这些人呢，都是为建筑师服务的，他们光拿钱不做事可以吗？我已经开除很多人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呢是翻译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成立翻译部。外面这么多翻译公司，随便选一家，用他们就好了，又省钱又省力。少华，你去准备一份外面翻译公司的名单给我，好吗？好。王总，我能说下我的意见吗？你说吧。你看我们公司现在只有几个女秘书和几个女翻译，剩的清一色都是男同胞，而且大部分都没有结婚，这其中包括我。所以说呢，在人员配置上，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个性别平衡这个因素啊？为什么要平衡呢？这男人跟女人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中性的，起码我会把他当成中性的来看待，否则这叫什么？这叫性别歧视。小秋，童月，谢谢你给我这份工作啊！哎，你看，客气什么呀？这是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赶紧去换工作服，放在6号柜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加油！加油！加油！看一下，怎么样？还不错，挺合身的。啊，这是咖啡的配方和菜单，好好背一下。跟你说话呢。哎，那边那个是不是叶静文啊？对啊，你认识啊？他是我同学，我们一起选过好多课呢。他家挺有钱的，怎么也来这里打工啊？这个老板是他舅舅，他呀才是这里的隐形 boss。那我在这里工作要特别注意些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在这里工作千万别八卦。像他当初到这里来喝咖啡，后来呢看上了一个男顾客，为了天天可以见到他，于是啊他就干脆到这来打工。哇，这么浪漫！跟你说了别八卦，浪漫什么呀？花痴一枚。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没见到他跟那个男顾客说上话。按照偶像剧的走势，这个时候应该子孙满堂了吧？到底是谁啊？把我们这个英文系的喜欢大众情人迷的是神魂颠倒。跟你说了，别八卦，这边请。来，看到吗？就是他，全名我不知道，绰号 CK 君。CK 君，按照你们女孩的说法，他简直就是帅呆了，就像 CK 广告里的男模一样。不光是静雯喜欢他，这儿所有的女孩都喜欢他。他进来根本不用说话，这气场啊就蹭蹭蹭的往上窜。哎呀，把这所有的女孩啊都电得乱七八糟。这么神奇啊？神不神奇，你要听静雯的话才知道。静雯说，即使啊他变成了一具骷髅，那也是一具最帅的骷髅。哇，你的表情那么八卦！我跟你说，别八卦，省得你犯错误。啊，走，带你去弄咖啡机。哎呀，跟你说了，别八卦。我还没看清呢。别八卦。哦，这个，在这个。哎，等一下，谢谢。哎，钱总啊，好久不见了啊！这位是夫人吧？哎，您好。给夫人一张名片。哦，好，您现在做得很大了吧？谢谢，多多关照啊，多多关照，还请你们多多关照啊。哎，来了，哎，来了，好久不见了，我过去打个招呼。好。哎呦，潘总啊，好久不见了。你是？我萧关呐。哦，萧关，叶嘉明的得意门生，谢谢。九通翻译的社长，年轻有为啊！潘总过奖了，以后还要潘总多多关照我们九通啊。那是当然。来介绍一下啊，艾玛小姐 ，GMF 的法语翻译，刚陪我从巴黎回来。你好，艾玛。你好。哎，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学校的，年纪又差不多，应该之前就认识啊？认识？不认识。哦，啊，你们聊，我去加点酒。啊，这杯啊。艾玛，半年不见了吧？你依然如丹枫白露里的一朵玫瑰，清风明月中的一点星辰，在滚滚红尘中熠熠生辉啊！怎么又换男朋友了？这种年纪你也要？一个熟人而已。是啊，那我怎么觉得你身上所有扣子都在对着那个熟人尖叫呢？他哦，那点身价我才看不上嘞。如果再年轻20岁，或许我可以考虑考虑哦。那你也不必站在那边，像一张没有地址的明信片吧。萧关，你讲话还真酸呢，千不该万不该都怪我，怪我不应该啊，当初在男厕所门口把你给抛弃喽。在我生日那年，在情人节。谁叫你生日那天就是情人节呢？那你晚一点告诉我不行吗？哦，对对对，你就是要追求那种讽刺的感觉，是不是？我只是想追求我觉得更美好的生活，所以离开你只是因为觉得你当初不够美好。可是你不用担心，只要你好好努力，咸鱼啊总有翻身一天的。你，哎，现在又不是翻译年会，怎么会在这里见到你啊？揽生意呗，怎么样？最近你们 GMF 翻译部忙吗？帮我介绍点生意嘛，啊？哎，那个啊，就是我们的老总，想不想认识？当然。翻译部啊，需要很多临时翻译，你要好好跟他套近乎。哼，不过啊，你以后不要一见面就损我。我跟你说哦，我对你本来是有交情在的。是。走。我告诉你啊，明天上午呢，会把所有的黄总，吴有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呢就是九通翻译社的社长萧关先生，也是我的师兄。这一位呢是上海 GMF 王总王继川先生。王总，久仰大名，久仰大名。你好，你好。萧先生是翻译社的啊？是。正好我们 GMF 呢有一个翻译部门，人多事少，
所以我最近在考虑啊，把这块的业务交给翻译公司来做。如果肖先生有兴趣的话，来我们公司谈一下吧。当然有兴趣。如果我满意你们服务的话呢，我就把这个翻译部给撤了，全部交给九通来做。没问题，我们会尽力的。好，先走了。哎。喂，你干什么？喂，我只不过是想揽点生意而已嘛，好不好？我跟你讲，以后你再抢我的饭碗，你信不信我把你给剁了？那你看到的啊，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当然，我可以请他保住你的职位，好不好？你要是敢动我的地盘，你信不信我就会让你死得很难看？好，那从今以后，我让你用我的信用卡。你以为你赚几个钱啊？你不要以为现在赚几个钱就可以跟我炫，在我的眼里，你不过就是一个私营小业主。告诉你，你离我梦中的金主还相差10万8千里呢。等一下，哇，你别掐了，你把我掐死了！抢我的饭碗！好，做我怕你，别打我，我的名片掉了。哎呀！只要 CK 君一来啊，收银的出错率那叫一个高啊。今天也不例外。什么意思啊？你看，其实啊 ，CK 君来也不是件坏事，小费挺多的。啊，小费？我怎么从来就没有拿过小费啊？哎呀，我们这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他来，我们手头上的活不忙的话，我们肯定会把咖啡送到他桌上的。为什么？因为他有点不方便，照顾一下。不方便？没有吧？你能不能不要八卦？其实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就是有点缺。脚崴啦？我八卦一下，我们门口啊，是不是有一个残障车位？白天你有没有看见一辆黑色的 SUV 停在那里？那车就是他的，停在残障车位上。哦，怪不得今天他座位旁边放了一根手杖。哎，那为什么？反正啊，你别管那么多，他就是我们这儿的金牌客人，来得多，消费多，小费多。我们店的神秘男拥有着迷人的背影。哎，得了，花痴小队已经客满了，你别瞎起哄了啊。哦，时间不早了，要不早点回去吧。没关系啊，我可以再帮你的。今天实习没工资，我也不好意思留你。明天正式上班。好，明天见。明天见。好啊，有机会我也想去啊。哎，我走了，拜拜，拜拜。是啊，你看看他。哎，师姐好，你好。我们先走了啊，拜拜。好，拜拜，明天见。再见。师姐，你这件衣服好好看哦，在哪里买的？刚做了个口译，这不把钱全都交给商场了。师姐，那个最近有没有新的活、好的活啊？好活都派给你了，还没赚够啊？你有那个家里有困难啦，你帮帮忙嘛。好，我想想。哎，倒是真的有家公司要招临时翻译，不过面试挺严的，之前介绍的好几个人过去，都饱受挫折的回来了。有兴趣吗？我可以的，我没问题。我反正菜鸟一只，我不怕打击的。行，那我回头给你电话。不过那公司挺远的，光打的单程就要40几块，你自己看看值不值吧？值，肯定值。我是市内小灵通啊，市内的各大交通系统我都知道，没问题的。爱拼才会赢。是哪家公司啊？九通翻译。九通翻译。给。谢谢。你真的打算去 GMF？ 都约好了，好歹去打个招呼嘛，不去多不礼貌，是不是？没想到你真的在打 GMF 的主意啊！那如果王继川他取消翻译部，他不找九通也会找别的公司吗？那找我们九通呢？我可以想办法保住你。哼，你以为你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啊？你真的可以左右得了王继川？那不然，你过来跟我一起做夫妻店。那你出得起像 GMF 这么高的工资吗？只要你来我就给，大不了我把我的工资全部都交给你。
那么好啊。嗯哼。那如果是这样，我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哦。妈呀，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潜规则？对不起，你的秘书说上一个已经结束了，然后让我进来的。是结束了，来进来。哦。你是？哦，我是谢小秋，是陈美娟介绍来的，这是我的简历。哦，是，他打过电话给我。我叫萧关，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萧，走马观花的观。哦，不错嘛，你这履历写得很好。谢谢啊。你喜欢唐诗吗？喜欢，我爸爸以前是教语文的。所以有家学？哦，那倒谈不上。杜甫这句诗啊，我非常喜欢。双皮溜雨40围，带色参天2000尺。你用英文来翻译一下。啊？现在啊？嗯？怎么了？你不会啊？不，会。The reaming bark, slippery with rain, its 40 spans around, and the kingfish blue hills, high up into the sky, 2,000 feet above. 那为什么要用 kingfish blue 而不用 black？因为带色不是黑色，是青黑色，所以应该是 blue black。那为什么不用 blue black？因为显得我词汇量大一些。好，你明天要去的公司是 GMF 上海分部，他们的英文翻译出差了，忙不过来。你听过 GMF 吗？没有。啊，他们是一家总部在瑞士的建筑投资公司，主要的业务呢是在美国跟欧洲。上海分部实际上是一个建筑师事务所，以设计为主，不过也投资房地产。哦，对了，你对建筑业的词汇熟悉吗？知道一些。有一本叫做《新英汉建筑工程词典》，你去找找，很有用的。好，我马上就去借。明天早上9点 ，GMF 要跟一个香港公司谈合作，他们的新任总裁是一个瑞士华侨，能说流利的中文，不过读跟写就不行了。如果遇到特殊的句法、成语，他可能听不懂。你的任务就是口译，只做1天，1天算你8个小时，1个小时300，可以吗？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来，这个是 GMF 的地址，好好准备。好，那我先走了。明天见。哎，明天记得啊，穿得正式一点，啊？会的。那我先走了。哎，等等。不如你明天早上8点在学校等我，我开车送你去。我坐公车也可以的。没事，我刚好到附近去办点事情，顺路嘛。好吧，谢谢。再见。再见。我也要回去了，那你送我吗？哎，你先别急着走嘛，再坐一会儿啊。不用了，我要回去跟 GMF 告状，说你找了一个发育不全的土妞来忽悠我们。看他刚刚那种缩头缩脑、吞吞吐吐的样子，哼，根本就上不了台面嘛。他的水平足够了。小关啊，你还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没想到一个来面试的小女孩你都不放过。你什么意思啊？说你没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这是爱才之心，人皆有之。此人将是我们九通未来网罗的重点。啊，当然，你一直都是嘛。那还说？哎，那双皮溜雨什么意思啊？艾玛，你满脑子都是 MTV， 就别看什么 Discovery 了啊。MTV Discovery。您好，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新英汉建筑工程词典？好。专业词典不外借学生，而且被教授借走了。
哦，好，谢谢啊。啊，不客气。你好，请问一下，这里有新英汉建筑工程词典吗？不好意思，没有。哦，谢谢啊。不客气。终于找到你了，字典宝宝，来姐姐这里吧。哎，这个字典我要了。咦，怎么是他？